大家晚上好啊！这个已经有人来点赞了，非常欢迎。我们可能晚了10秒、20秒的样子，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这是我们又一次的周五晚间的直播，看看现在有几个朋友了，10几个了啊，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呢要再讲一讲啊，我们又一次面临了大裁员，而且这一次裁员跟以前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好，让我去这里。好，11个了，是的。老范好，你好啊，好主题啊，这个后来我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把主题改了一下啊，然后呢，希望大家喜欢，而且这个主题呢是由龙虾跟我一起准备的啊，这个龙虾终于是开始干活了啊，这个我现在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龙虾是怎么给我干活的。我首先会想到，就是先去让他给我搜集信息嘛，然后想到一些有趣的主题啊，然后呢，我会这个要求他根据这些主题去搜集信息，我会阅读这些信息了，阅读了以后呢，自己肯定会思考，沉下心来思考一下，然后我会自己去在Obsidian 里头去写一个提纲啊，写完了以后，我会命令龙虾说来吧。把你刚才搜集的所有这些信息补充到提纲里去啊。但是呢，你不可以修改我的结论啊，不可以修改我的次序啊，它就会补充进去。然后我会再读这个主题啊，读完了以后呢，我会改一个新的标题啊，有一些新的结论，再去改一改架构，然后要求他这个龙虾再去给我补充信息。这个哪块没说明白了啊？我告诉龙虾说哪块还缺什么东西啊，就给我补去。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比以前的效率肯定是有所上升了吧。但是我这种用法呢，肯定跟昨天江辩说的那种用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还是比较保守的，对于他来说，他应该是90年的吧，我印象里啊，90后啊，像我这种70后呢，就属于是有点这个放不开手脚啊，他是真敢干。这个很多朋友今天看了他的这个，就我跟他之间录的这个视频以后，都说：“哎呀，赶快要去，这个动起来呀，这个不动不行了呀，对吧？”还有人刚刚在给我发微信说：“哎呀，让他在美国的儿子赶快去装啊，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确实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我看看你们在说什么啊？这个好猛啊！这裁员是的，裁员非常非常猛烈。前端本来就是个很夹缝的工程啊，算是设计师的人肉编译器。现在前端基本上让 AI 来搞定就完事儿了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龙虾啊，我觉得范老师啊，不要你觉得，要我觉得，好吧？这个其实还好啊，就是我现在虽然 Minimax 2.7用起来已经基本上比较顺心了啊，但是肯定没有他们用 Opus 4.6好啊，这肯定是 Opus 4.6是目前最好的。官方似乎都不承认啊，是否有实锤的数据啊？这个就是我肯定会跟大家讲数据啊，因为以前呢肯定是我各种道听途说就完了，现在有龙虾，有各种搜索引擎，然后还有 ChatGPT，有谷歌，对吧？那么我是完完全全可以得到相应的数据的，所以我现在可以拿着这个ChatGPT 的一些数据，拿着谷歌的数据，比如说我让上那个谷歌 Gemini 里去，说那你给我研究一下，研究完了以后呢，我会把谷歌的这个数据贴给龙虾，说去给我补充进去，搞定，对吧？所以我现在拿到的稿件一定是ChatGPT、谷歌，然后加上龙虾自己搜索，然后老范的一些想法，然后凑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这个我的龙虾开始帮我引流了啊，这不是挺好吗？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AI 时代的圈地运动开始了，被羊吃掉的人怎么办呢？因为当时的圈地运动是羊吃人嘛。那么现在 AI 时代也开始圈地运动了。首先，老范给你们讲个故事。400多年前啊，英国发生了著名的圈地运动，他们把地圈起来，把原来土地上的这些农民轰走，用这个土地去养羊啊，然后因为他们要去做羊纺织业嘛，啊，羊毛纺织业，所以就出现了著名的羊吃人事件。400年后，故事在科技行业中重演了。这一次吃掉人的不是羊，而是 AI 算力。2025年到2026年，全球科技大厂开始了一波前所未有的裁员。但是这一次裁员跟以前都不一样，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疫情结束之后，其实很多公司进行了裁员，但是那一次裁员是公司亏钱啊，然后经济不好，受到疫情冲击，而且有些互联网公司在疫情期间过度招聘，人实在太多了啊，所以疫情结束了，我用不了这么多人了，要进行一定的裁撤。但这一次真不一样，这一次很多在裁员的公司是在盈利的，而且挣得非常多，对吧？他们依然要裁员，他们裁员的理由已经不再是说这个公司不好，对吧？这个业绩不好，亏钱了，或者是前面招太多，都不是这些东西，而是 AI 提效以及我要留下钱来去买 AI 基础设施。所以我说这一次的裁员就是一次 AI 时代的圈地运动，就是一次算力吃人的一个过程。首先，美国大厂啊，第一个是美塔，美塔计划裁20%，大概是1.58万人。那么这个数据是哪来的呢？这个数据是路透社2026年3月14日的一个独家报道。据说是来自于3位知情人士的透露，但是呢，公司的回应就是，这只是一个猜测性的报道啊，并没有正式承认这个事情，也没有彻底否认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这种报道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比如说20%、1.56万1.58万这样的数是怎么来的呢？它可能有些部门要裁这么多人啊，它就是一个相互传话，越传这个数就越大，对吧？我在今天写完了这个稿子以后，我还问龙虾，我说你要不要给我提意见？你觉得我哪儿还写的不对，对吧？他说你的标题有一点点太平了啊，这个应该选一个带有特别惊悚数字的标题，对吧？那么这个还给了我一些建议啊，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建议是什么了。但是大家要知道，一旦经过这样的改造以后呢，这个新闻啊也好，这个文章包括视频也好，它的点击率、转化率一定会上升。但是呢，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事实的偏移。所以呢，到底是全公司裁20%，还是说在哪些部门裁20%呢？这个事情，现在并没有一个定论啊，只是路透社就说了啊，它是据3名知情人士报告啊，是裁20%，1.58万人啊。那么2026年1月呢，美塔是刚刚裁了。叫 Reality Lab 啊，就是他们做 VR 做元宇宙那个项目，裁了10%的人，大概也就是裁了1000多人，但是真的要裁1万多人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稍微的等一等，要耐心的看看后边到底会怎么样。因为扎克伯格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要在2028年之前完成6000亿美金的 AI 基建，对吧？那么这个你要从工资单里把这个钱挤出来啊，否则的话。你是玩不转这个事情的，这是第一个啊，这个算是一半证实了吧。第二个是亚马逊啊，亚马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4个月裁了3万人啊，是导致呢连环宕机。第一波2025年10月28日啊，官宣裁了14000人，而且这14000人都是白领哦，不是那些搬箱子的蓝领，对吧？把白领裁了14000。遣散费花了1.8亿美金啊，但是这个1.8亿花完就完了嘛，以后你不用再每个月给他们发薪水了。第二波呢是2026年的1月23日又裁了1.6万人啊，所以加在一起
是3万人，占白领员工总数的10%。啊，我告诉你，裁到10%这个事儿就已经很吓人了啊！像美塔前面传说要裁20%这种事情，可能是要崩盘的，那是要出大事了。即使如此啊，这个亚马逊也出现了连环宕机的这种情况啊。10月20日，去年10月20日，裁员前的8天 ，AWS 美东1区大故障，1700万次报错。持续了15个小时，全球60多个国家被波及，迪士尼啊、Coinbase、智能床垫全都瘫痪啊，因为你智能床垫你也需要从亚马逊云走嘛，损失超100亿美金啊，这是去年的一次，但是呢，那一次还没赶上这个裁员呢，但是要相信裁员前8天应该已经是风雨欲来，应该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啊，大家肯定心都已经毛了。啊，所以出现了一次大宕机，宕机了以后呢，你最后要把它修复回来，还是要靠人嘛，对吧？你最后是由人进去把这个 bug 找到，当时是一个 DNS 复制的一个错误啊，就是他把一个错误的 DNS 复制到他的云服务器上去了啊，那最后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一条一条的去查啊，那没有什么办法。那么3月5日啊，就是裁员落地以后。亚马逊电商主站直接崩了，2.27万次报错啊，也是损失巨大。而且它崩了以后，这个前面它裁员的时候股价怎么涨，它崩了以后这个股价就怎么跌，对吧？人家不管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认为你这肯定是不行了啊。当天啊是亚马逊股价是还是肯定有一定的反应的。那么第三个是谁？第3个是这个 Block 啊。就是杰克多西的这个支付公司亲口承认裁了40%，他的 CEO 叫杰克多西啊，是原来 Twitter 的创始人。2026年2月26日发内部信，员工从1万多人啊缩编到不到6000人，实际上他裁的人应该是比40%多，对吧？那么理由呢，就是 AI 整合了啊，就是 AI 工具整合了以后效率提升了，不需要你们这么多人了啊，把它裁了。裁完了以后，市场当天涨了25%，但是魔幻的是什么呢？有些人啊，裁完了以后又被请回来了啊。这2天有报道，为什么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有人直接收到一封邮件说，哎，对不起，当时做错了啊，这个文书错误，然后你回来上班来吧，对吧？这个 AI 有时候有幻觉啊，有时候这个发文书出去也确实是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这个。经理苦求的啊，就是有一些经理说，你把这人都给我裁了，我实在没法干活了，你要让我继续在这干下去，你必须把人给我弄回来啊。这个也回来一些，但是呢，返聘回来的是非常非常少的。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拿了75%的涨薪和留任奖金，就是你裁掉一些人以后，剩下的人会涨薪水的啊。拿了以后依然选择离开，这个我不干了，对吧？这个事情也是有确实的报道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前2天还专门录了一个短视频啊，上头讲的是这个有一个地主老财啊，他呢，情商稍微差一点啊，请村里人吃饭，发现呢来的人稀稀拉拉来了一半吧，他说，哎呀，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呢？对吧？然后呢，来了一半人说，那该来都没来，那我就是不该来的呗。那哗啦哗啦又走了一些啊，然后剩了1/4的人。这个老头看了看，哎呀，怎么不该走的又都走了呢？对吧？那剩下的人一说，哦，那该来的没来，不该走的走了，那我们剩下这些人肯定多余的了，就夸夸夸的走了，剩1个人，还比较了解这个地主老财，上来说，哎呀，这个老爷啊，您这个不能这么说话，对吧？太得罪人了。然后这老爷说了，我不是说他们呢，对吧？那这哥们儿一想，哦，这个该来的没来，不该走的走了，然后还不是说他们呢，那就是我呗，对吧？实在是哭笑不得啊。所以裁员的时候呢，就通常是这样。我当时把这个短视频发出来以后，还有朋友在下头留言啊，说员工不是这么想这问题的啊，他确实员工是不这么想这问题，但是老板是这么看这问题的啊，就是他肯定希望裁员的时候把这个不该留下的人啊干掉啊，把该留下的人留下。但是人这个东西呢，毕竟不是螺丝钉，对吧？不能随便拨了，你肯定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心理上，或者是人情世故上，或者是一些关系上的一些事情，你要去处理的。你不可能说，哎，今天你走吧，明天你回来吧，就跟我们去这个开关似的啊，这人是搞不定这件事的。所以呢，杰克多西这样的一个人啊，现在在
折腾他的公司还是折腾的蛮开心的。这是美国的情况啊，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啊，首先是百度啊，百度呢是2025年啊，是这么多年来这个第一次啊，3季度由盈转亏，原来一直是挣钱的啊，它开始亏钱了。然后呢 ，AI 竞争失利啊，我们一直讲百度做 AI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折腾来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笑话。然后广告收入还下滑，那怎么办呢？只能裁员啊！它部分团队裁了40%啊！大家注意，不是全部的百度员工裁了40%啊，部分团队。重灾区呢是手机生态、核心的在线这个营销部门啊，然后呢，主要的人群呢是入职未满1年的新人和工资高的老员工。但是这个里头呢，这个入职未满1年的新人，这就很坑啊！大家知道，在中国有一个东西叫应届毕业生，对吧？你应届毕业生呢是带着很多政策下来的，比如说你可以有北京户口，或者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你一旦把这个应届毕业生身份丢了，你再去这个找工作，你这些身份啊，你这些优惠就都没了。所以以前啊，大厂裁员是尽量不要去动这些应届毕业生的。第一个，他们心智也不是很成熟，然后家里头的人呢，还都是认为你是个宝贝儿一样的状态，你把他们裁了以后的话，真的有可能会闹出事儿来啊，因为利益也很大，而且他失去这些利益，你拿他没办法。所以百度干这个事儿呢，真的是被骂惨了啊，就是裁应届生这个事儿。至于老员工的话，那没办法了啊，像我们这样的啊，这个当然我没在百度混过，这个岁数大了，肯定在那儿在这种公司里是不太受人待见的。工资又高啊，这个事儿干的可能还没有人多啊，这个因为人家愿意加班，我可能加的没有那么狠吧，对吧？这个有的时候还倚老卖老一下，四处指手画脚一下啊，那么这些人要把他们干掉，这是百度的事情啊。再往后一个是网易，网易的是外包裁员啊，传说是要全清，当时呢是据说呢是把丁磊的这个微信截图拉出来了啊，这个后来丁磊说这个到底是谁传出去的啊？我们要把他逮住，要罚他。但是呢，这个网易自己后来辟谣啊，说我们没有这事儿。他这个截图上写的是什么呢？是3月份开始传，说4月1日裁30%，5月1日外包全裁啊，到5月1号以后就没有了。大家知道这个裁外包这个事情呢，在他的财报上，在他所有的事情里看不到的。因为这些人原来就不是他的员工，你如果这些人是网易的正式员工的话，网易每个季度去发财报的时候，你要写的我有多少员工，对吧？所以这个事情他是完全可以去辟谣的啊，也不会有任何人揭穿他啊。那么他就说这个事儿啊，信息不实，我们只是正常的业务调整，有些项目关掉了，有些项目开始，对吧？这个跟这个外包全裁是没关系的啊。那他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儿呢？2025年财报的时候啊，应该是在2026年2月份吧，做这个财报发布会的时候，丁磊自己就说了啊，说我们现在 AI 已经应用到游戏研发和运营的所有的这个链条上去了，对吧？每一个环节都用上了啊，我们要用这个东西啊，就不需要这么多外包了啊。大概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那么外包呢，肯定是比较害怕了嘛，就是一旦是被这个丁磊他们干掉的话，那可能以前的这个收入就都没有了嘛，啊，这是丁磊的一个情况。但是这几年其实游戏产业的日子都没有那么好过啊。很多人说不对啊，我看游戏挺热闹的，但是要注意啊 ，AI 对于游戏来说，并不仅仅是提高效率，说哎我用了 AI 了以后，这个游戏变得这个做起来更快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 ，AI 对于游戏的这种打击是非常彻底的，是什么呢？就是 AI 挤占了大量的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对吧？游戏是需要占用大量的连续时间才能够让用户去玩得爽，才愿意去付钱的，对吧？前面短视频就已经挤占了很多的用户的游戏时长了，现在 AI 还会比短视频更加消耗用户时长。这东西不仅仅是在燃烧 token， 还在燃烧用户的注意力啊！所以现在游戏公司日子都没那么好过。再往后一个是 B 站啊，裁员60%啊，这个呢是B 站当然也出来辟谣了。我觉得像这种谣言出来呢，大概率是 B 站的某些部门会裁员60%，但是为了让标题更好看，
对吧？就变成了 B 站要裁员60%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啊。因为像 B 站这样的公司，真的裁60%的员工的话，就直接挂了，不可能的这事儿。这个数据有点太夸张了。而且 B 站呢，去年是首次盈利，大家要注意啊，公司在蒸蒸日上的时候是敢于亏损的啊。当然，像百度那种除外啊，它就属于是逼不得已只能亏了。啊，但是像很多公司往上涨的时候，它敢亏啊。这个越是不行的时候，越要去挣钱，要向大家证明说，你看我还有口气呢啊，千万不要抛弃我，我还活着呢，对吧？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 B 站去年是怎么挣钱的呢？裁员啊，砍项目，他把各种的游戏自研项目都砍掉啊，我们不做自研了啊，我们就老老实实做一个轻公司，我们就在这儿卖流量就完事儿了啊。反正我有这个 IP， 我有这么多的这个视频啊，我就在这个里头去卖我这个流量就可以了。啊，所以他去年就通过这种方式在做。今年的话，我相信这种所谓裁员60%呢，应该是游戏部门啊，或者说自研游戏的一些团队啊，他们会去裁员60%，这个应该是比较靠谱的。小米其实也干过一次啊，小米是在去年2025年的11月份干过，啊，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南迁啊，他把很多的部门从北京迁到了武汉啊。那么在这种过程中呢，其实一方面啊，它不叫裁员嘛，这个东西怎么能叫裁员呢？我只是把他们搬个地儿嘛。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很好的裁掉岁数大的员工。为什么？岁数大的有家有口的啊，你让他把整个家都搬去，那老婆孩子或者说另外一半他怎么上班怎么上学，这都没法整，所以只能去选择离职啊。但是小米就说，你看我还给他们这个安置费呢，还有这个搬迁的一个补贴，对吧？这个都有啊，还有搬家费都有，我们欢迎他们过来。这个对于一些稍微有点岁数啊、有家有口的人来说，他那点钱基本上是啥也没有啊。所以呢，小米去年其实也干了这么个事情。那么从整个的结构上来说呢，是谁在裁员啊？谁在加人？阿里一直在裁员啊，这几年阿里的人数从25.4万人降到了12.4万人，基本上是砍了一半，对吧？这个各种业务的收缩和这个包括一些结构调整。大家注意啊，有的时候啊，这个人数下降并不是裁员了，而哪儿去了呢？就是我把这块业务拆了，不要了，对吧？这种情况下，他也是这些人就不再算阿里员工的吧？他也是一种处理方式。然后百度呢是一直在缓慢的去裁员，它呢这几年并没有再传出来说百度一把裁好多人啊，虽然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裁了一批人，但是一直是持续性在裁员啊。网易呢也是在连续的收缩啊，即使他自己的员工也在收缩，更不要说外包这些事情了啊。然后美团啊也还有快手也是在缓慢下降。啊，因为他自己的业绩压力很大，那就没办法，只能是慢慢的去缩减。而谁在加人呢？腾讯啊，腾讯去年增加了5000多人啊，这一块呢基本盘还比较稳啊，但是未来他们到底能干什么也不好说，因为游戏这一块呢，其实大家都在砍啊，只有腾讯说我们愿意去投啊，这个其他人都在砍。然后腾讯现在也说我们要全力做 AI 了啊，那么是不是以后？这个羊吃人的事情啊，或者叫算力吃人的事情，到腾讯这里也会发生啊，这个就不好说了。还有一个在加人的是字节跳动啊，现在呢全球已经有15万人了，因为 TikTok 加 AI 这两块呢，它都很猛啊，真的是猛猛的。这个 AI 大模型在中国豆包啊，包括 C-Dance 这种视频模型，已经算是绝对的第一梯队了啊。豆包 APP 在中国是用户量最大的这个 APP 啊，就这种 AI APP 啊，非常非常的普及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一步上，字节其实已经在国内市场算赢了，在国外市场的话还要再看，对吧？那么它在不断的扩张。另外一个扩张的是京东啊，这个京东的原因是现在有57万人啊，这个很吓人。京东是怎么扩张的呢？并不是说我招了一堆人回来啊，只是呢，他把原来这帮外包骑手转成全职员工了。啊，原来这些人呢，其实也是在给京东干活啊。现在呢，就是我们直接跟你签劳动合同，给你买五险一金啊，所以他们就变成全职员工，这人数就被上升了啊。京东是干了这么个事儿啊。字节呢，应该马上这个人数就会下降啊，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把他们的牧童游戏啊，叫牧童网络吧，作价60亿给卖了啊。这个公司还是有挺多人的。2021年40亿美金买的啊，2026年60亿美金给卖出去了啊。这个字节这个生意做的还是挺划算的啊，卖给了沙特土豪啊，是沙特的国家公司啊，叫国资的游戏公司啊，把这个项目给买走了啊。现在沙特在四处收这个东西，他们现在是任天堂啊、卡普空的大股东啊，这块沙特在走未来的路，就是以后沙特是一个拍电影和做游戏的国家了。不再是产石油的国家了。那被裁的人都去哪儿去了呢？对吧？这么多人被裁掉了，对吧？那么一方面啊，这些人啊，在像老范这样的啊，比如上 YouTube 了啊，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在小红书上啊，他们讲叫我离职了啊，或者今天裁员了，我终于收到了裁员信，就是这样的内容非常非常多。从2024年开始啊，就互动就极其强，大概是有2.5亿到3.8亿次互动，就是以这个我离职了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标题为开始的这种内容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咱们到了抖音啊，到小红书啊，到这种社交媒体上看，大量的人在讲，哎，我是大厂离职出来的啊，我这个开始卖东西，开始做什么什么事情，推广告，对吧？大厂离职经验。啊，大厂原来怎么回事？大厂内幕，老范原来那不算大厂啊，已经还算中厂吧。其实老范也算是一个号称是这个互联网公司离职员工，然后跟大家讲互联网故事这么一个案例吧。啊，那么这一块呢，现在确实是一个新的风口啊。从2025年11月啊，中新网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叫大厂离职的这种流量密码到底是怎么去变现的啊？他专门有人去做这种调研的。但是这个里头呢，有真的，对吧？有真的是在大厂混了一段时间出来的人，但是也有一些是伪装的啊，就是专门伪造这个离职证明。为什么？因为大厂离职了以后好卖东西嘛，对吧？老范虽然没卖东西，但是开了个频道也能够勉强糊口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满街都是大厂离职人员呢？对吧？原因是这样，就是算法愿意把这些内容推出来给大家看。这个你看到了再多的人大厂离职，人数其实并没有变化。其实刚才我们讲这儿几万人，那儿几万人，对吧？阿里一下少了12万人，少了一半人，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对吧？他这才能有多少水花啊？这个人是很少的。但是呢，对于社交媒体来说啊，我们把这个大厂离职啊，我离职了什么这样的信息推出来以后，这种内容的互动性很好。啊，它可以有更好的互动，可以让用户留下来接着看，可以去多点几个广告，可以去买东西，对吧？这种内容呢是很高情绪的、很高冲突的、高评价数的这种叙事啊，这个社交媒体非常喜欢啊，把这些东西推出去。那你说为什么社交媒体就会喜欢推这样的东西呢？那一定是要满足一定的社会心理需求，对吧？社会的人喜欢看这个玩意儿啊，那么社交媒体才会让推荐算法学习了这种社会心理需求，然后去进行推荐，啊，那么第一个，大家为什么喜欢看这玩意儿？替代性逃离，啊，带人体验我先活过了，对吧？有些人说，哎，这个我还在这上班呢啊，但是呢，别人被裁了啊，我得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对吧？那么这种就会带来流量。第二种呢，就是身份焦虑与安抚，这个有些人想，哎呀，连前阿里、前字节都离开了，普通人会觉得。不是我不行啊，这个还是这个整个环境就这样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也愿意看一看，对吧？也还有些是什么呢？就真的是这个偷看别人人生啊，做一些 A/B 测试，因为这帮做大厂离职的赛道的人都在讲，哎呀，你看我现在虽然大厂离职了，但我过得还可以，过得不好的人家不会出来说的，对吧？那么大家看看说，哎，没准我不干了也还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出路啊，这个也容易去。引起一定的关注，当然更多的呢是羡慕嫉妒恨的啊。其实真正能混到大厂里的人没几个，像我也没混进去嘛，对吧？虽然我也在互联网公司里头给人做投资总监，但是这个真正的什么啊，腾讯、阿里这些公司我是没混进去的，对吧？那羡慕嫉妒恨啊，这个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对吧？这个是很多的这个在外边看的人啊，就是没有混进过大厂的人，他们去看这件事情的一个心态。啊，就是你看，哎，这个你也不行吧？你也有今天啊。那么，
大家会去看这件事情啊。刚才咱们讲的这一段，眼看他起朱楼是这个桃花扇里边的一段啊。继续，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在讲说，哎，这个现在这么多大厂在裁人，是不是因为劳务派遣的问题啊？国家是不是要动手去整治劳务派遣呢？啊，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是2026年3月份开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周世宏正式提出建议废除劳动派遣制度啊，他提了建议，但是呢，这个目前为止，这个事情仍然停留在呼吁与倡议的这个层面上。就是为什么他会提这样的一个倡议呢？他说这个事儿啊，你一旦做了劳务派遣了以后呢，叫同工不同酬。对吧？这是一个企业逃避责任啊，逃避他们的这种雇主责任的一种做法，然后让很多做同样工作的人没有办法拿到同样的薪水，对吧？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废止掉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人呼吁了啊，这个其实呢，劳务派遣这个事情就是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它一直就是违法的，对吧？劳动法规定了说，你可以使用劳务派遣，但是呢，必须是临时性的。辅助性的替代性的岗位，而且比例不能超过10%，对吧？你看看华为，对吧？看看这个遥遥领先他们是怎么玩的，所以他们一直在违法。这个目前为止呢，有人呼吁也并没有去修改这个法律，说我们原来法定的挺好的，只是没有人执行而已啊，对吧？我为什么要去改它呢？改它不是这个承认我原来的法定的不好嘛，对吧？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并没有因为这个有人呼吁了这个事情就立法或者有什么新的法规出来啊，并没有这样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圈地运动之后社会变成了什么样子？结论呢叫两极分化，就是原来呢整个的这个像英国圈地运动之前，对吧？它有大地主啊，大的工厂主，还有很多的小地主，小的这种叫有产农民，就是我这地是我自己的啊，我有资产，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平滑的一个金字塔型社会，但是呢。在圈地运动以后就两极分化了啊，只剩下大地主啊，就是越做越强啊，他们变成大的工厂主。另外一帮呢叫失地农民啊，或者叫无产农民，他们被迫进工厂里去打工啊。这个我们从小学政治都是这么学的，对吧？没毛病吧？那么 AI 圈地运动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平台型大企业啊，像字节、腾讯这种，刚才我们讲了还在招人的这些公司。继续做大做强啊，他们还要这个把这个平台功能做得更完善。被挤出来的这些人呢，就像我们这种失地农民这样，我们就要重新在工厂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像老范现在找到位置了，对吧？是这个 YouTube 上的这个内容贡献者啊，靠老范讲故事还能够这个挣一口饭吃。但是讲到这儿要说一句，前边我们讲的其实是错的。哪儿错了呢？大家知道吗？圈地运动，我们在历史课上、在政治课上可能看到的也就是1页纸或者半页纸，但实际上，圈地运动失地的这些农民，绝大部分并没有在工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整个圈地运动持续了350到400年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被驱赶出土地的农民。有些变成了无产雇农，就是他还是在这个地里头去干活，但是呢，他这个地不是他的了，对吧？他是需要去给别人去干活去。有些呢成了城市的无业游民，有些做了港口的苦力，还有一些呢坐上船去美洲了。也就是啊，当然你说有变工人的吗？可能很少一部分能够变工人啊，可能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冻饿而死的。农民变城市工人这个过程大概是持续了1、2代人啊，不是说当时把这个农民赶出来，他们就马上这个拎个小包上工厂上班去了啊。绝大部分被赶出的这些从土地上赶出来这些农民可能都饿死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 AI 的圈地运动跟当时的英国啊，这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是350到400年，而这一次可能就是3、5年，对吧？所以我们要想一想，落在我们身上这个怎么办？那么下面就是要面临叫平台经济了，对吧？更零碎的个人经济体，
啊，像以前啊，我是比如说农民啊，我有土地，以后我没有土地了，啊，我也没有任何依附关系了，我变成了一个个人经济体。未来的社会呢，会变成一个 K 型社会。原来我们讲叫 K 型消费，对吧？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卖得很好啊，这个特别贵的东西卖得很好，中间的东西没了啊。包括人也是这样啊，中产阶级没有了，有钱的人变得特别有钱啊，穷人变得特别穷啊。以后可能会变成这样，社会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包括产业界也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原来在公司里边上班啊，比如像老范这样的啊，有固定的岗位、固定的职位啊，平台的绑定，甚至还有这个社保，这个按规定的这个缴纳啊，它都是有，公司算是承担整个的管理成本了。现在呢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啊，老范就变成失地农民了啊。但是呢，这个会有更松散的合作关系啊。我愿意在 YouTube 上更视频，我就更；不愿意更，我可以少更2条，没关系啊。或者说我去开个滴滴啊，我去这个做一些这个外卖啊，也是这样的。没有平台绑定啊，平台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要求，你今儿愿意发就是发，明天不愿意发可以不发，对吧？更多依赖个人社会保障了，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所以为什么现在玩这个 One PC 呢？这像什么呢？就像是啊，从农业社会的大地主经济转向工业革命的工厂经济，但是规模更小、更碎片化，这些一人公司或者是个人经济体。能够混到温饱的，可能只占少数啊，或者是很少数，像老范这样的，就像湿地农民啊，就是圈地运动以后的这些湿地农民，这个只是呢，上一次他们可能有1、2代人的时间去慢慢的转换这个身份，这一次的话，可能3、5年啊就全都转完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对吧？这个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了。第一件事啊，初级职位就没了啊，但是 AI 对人的要求更高了。这个其实昨天我跟江辩也去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整个的教育体系必须调整，不能再去培养螺丝钉了。原来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种地方没了，对吧？这个一定要重新去培养能够领导一群 AI agent 干活的这个人。对吧？这个跟以前的这个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都达不到这个能力啊，所以这块必须要改，否则的话，培养出来一个就失业一个，培养出来一个就失业一个啊，没有任何办法。而且，未来的学生必须要能够快速的适应各种的环境变化，对吧？以前我们可能在一个公司里一干好多年啊，或者是像日本那样啊，终身雇佣制啊，这个一干就干到退休了。现在的话，可能你在同时就要应对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这种服务，你都要去提供，所以必须要提高这个适应能力，而且要真正能够提出正确问题的人啊，这块现在国内的教育是相对比较差的啊，这是第一个要调整的地方。第二个，被裁的人怎么办？你说我这个已经来不及回炉重造了啊，我已经被裁了啊，或者马上就要被裁了，该怎么办？第一个，静下心来想一想，我到底想做点什么。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找到自己感兴趣和有欲望去做的事情，这个才是真正 AI 比较难以取代的啊。你说 AI 写文章写的比你好，画画画的比你好，没毛病。但是呢 ，AI 无欲无求，它啥也不想要，只有我们人才有想要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然后应用起 AI 啊，应用起 AI agent， 去把那些原来一个人搞不定的事情把它做掉啊，这就是被裁的人现在必须要去走的路，对吧？所以虽然你未必能够在工厂里找到位置，或者在新的平台里头找到位置，但是你总要去试一试嘛。时代对每个人都会提出全新的要求，必须离开舒适圈了啊！因为以前很多人是这个得过且过，对吧？这个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什么想法啊，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这些人的话，未来一定会被碾压到最底层去的，啊！但是比较痛苦的是什么？就这些人其实是社会的主流，是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这样的一帮人。这个绝大部分失业者可能会像圈地运动中失地农民一样啊，成为无业游民，或者打零工做苦力啊，就像美团外卖，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零工苦力。可惜呢，现在没有美洲可以供大家去开发。但是走出国门这件事儿，去一些这个相对传统的地方去卷别人这种事情，中国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
聪明，肯吃苦，而且没有那么多工会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所以咱们这儿冲击会来得更早一些。早上船、早出发的人，未必能够在那边混成大亨，但是呢，总会有新的活路。像中国人其实一直在干这个活啊，饥荒了怎么办？闯关东啊，下南洋，对吧？饿了肚子咱就出门呗。所以啊，这块可能也是对在国内混不下去的人的一种出路吧。最后，让我们一起先往前冲吧。这个听老范讲故事这个节目的人啊，我看看现在有244个人啊，应该不是很多，应该都不是那种啊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没有想法和欲望的人啊。我相信听老范讲故事的人，应该是一些愿意动脑筋的人，对吧？那么让我们先冲，对吧？先去适应这个新时代。老范已经在 YouTube 平台上混了5年了，没混多好，但是呢，也能够勉强糊口度日啊，也算是有了一个新的位置，而且一直追着最新的各种技术在往前走。早上传的人啊，未必能够在美洲混成大老板，但是只要活下来，就能有自己一块地。当然，活下来很重要啊，去了美洲的人很多是没有活下来的。那怎么活下来呢？互相帮助，抱团取暖呗。这也是早期移民美洲的这些人提高生存率的一个手段。所以有惦记走老范这条路的啊，这个我们也可以抱团取暖啊。这个你说你做 YouTube 啊，这个可以到我的 Discord 群里头来啊，大家互相的交换一些链接，甚至有时候可以做一些联合的节目，咱们互相带流量啊。这个事儿老范都是支持你们的。你说 AI 怎么用啊？我也愿意跟大家去沟通和交流，没毛病。所以时代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啊，特别是这一次的 AI 圈地运动，它会在3-5年内就把当时英国圈地运动的350年到400年之间的这个流程一把走完啊，所以我们要跟上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好，看看有什么评论。好，从这里吧，我的龙虾开始帮我引流了啊，这个刚才看过了。但是 AI 目前还搞不了全站，让它从零这个搞一个棋牌类游戏，3个 Max 用户都不够用啊。这个我觉得呢，你要对它有信心，这东西发展的可快了。都失业吧，失业了之后没工资，谁来消费啊？他们东西卖给谁？这个要看了，我觉得后边还是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去发生的。AI infrastructure 有个悖论啊，高端算力芯片的贬值速度远超过这个什么电缆、光纤等互联网泡沫期间大基建硬件设施贬值的速度。基本上当年的旗舰芯片，过个3-5年就滑落成高端芯片，10年后基本就是入门款了啊！因为搞 AI infrastructure 必须一直投钱，地是永远圈不完的。这个事儿呢，它不是说我搞 infrastructure 就要去圈地，而是说它把你的工作圈走了，对吧？圈的不是这个东西。一起吃福利啊，这个反正当年圈地运动剩下来的这些人啊，并没有吃到福利，直接裁员到大动脉刺激了啊，这个是讲的那个 block 是吧？他们肯定还是有一些裁员没裁好的地方吧？哎呀，这个鸡蛋灌饼来了啊！大家周末好。10年前的旗舰 GTX 970，现在按克重卖，哎，10年前是970吗？1080是什么时候的？2系列我还真没印象，我是有3060，我3060好像差不多就是10年前的。我现在已经是5070了啊，我的游戏本。吃了吐，吐了吃啊，这是跟马斯克学的吗？想的哪一块？
这个标题看的人不会少，好吧？我会到时候会把这个标题再重新剪辑一下啊，因为现在肯定还是顺口就说嘛，中间还有很多错的地方、重复的地方，回头我太太会帮我把它处理掉。你可以在飞书里边接龙虾啊？为啥游戏公司不能在游戏里头给 NPC 接上大模型呢？可以接呀，但是你接上了以后呢，它反应并没有那么快，对吧？我到那游戏里去跟他聊，我还不如在 ChatGPT 里聊呢。AI 挤占用户时间，形式上发展路径会跟移动互联网很像啊。一开始是小说、聊天、论坛等纯文字夹杂各种些许图片的方式，然后发展成互动游戏，再后来啊变成根据用户历史行为进行个性化生成的奶头乐啊。这个没有个性化生成，是个性化推荐。啊，大家像抖音上的内容还基本上都是人拍的，就是我觉得短视频啊算是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B 站是视频部分60%啊，小伙伴的游戏部门没什么消息，好吧，希望游戏还可以接着玩下去吧。但我觉得视频部门也不太会60%。老范走在了离职自媒体道路的前列，哎，是啊，你想，如果老范今天才开始做这个事儿的话，可能压根儿都做不起来，对吧？老范5年前开始做，那就慢慢的把它做起来了，对吧？虽然没有做的大红大紫，但是也算是混口饭吃。给 NPC 接过，之前网易的游戏不就是接入大模型了？我们公司的 NPC 之前也接入了大模型，但是对于游戏的存活影响不大，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牧童的小伙伴都在讨论要不要戴白袍的啊，他们应该是穿白袍戴那个头巾，应该用不着啊。你像他们卡普空啊什么这些，他不都投了吗？这个跟他们关系没那么大，但是他牧童是100%卖给那个沙特公司了啊。沙特最应该买的不应该是点点互动吗？那他再接着买呗，这有什么问题吗？他反正有钱。效果不好，说明大模型接入只是停留在对话方面，没有做成游戏内的智能体。我觉得不是叫没有做成游戏内的智能体，而是他们还在探索新的游戏形式。你像手机上来以后，大家其实也是探索了很久，就是手机游戏应该怎么做，对吧？我记得最早的手机游戏就是各种这种互动类的小游戏啊，再往后，当大家发现哎可以去做这种竖屏的这种武侠动作游戏了以后，说哎这个原来啊手机才可以是 MMORPG 或者应该做这些东西，对吧？甚至当时很多人啊就认为说，手机游戏不是页游啊，因为当时是 PC 端游 PC 游戏。然后呢，到这个页游啊，然后呢，他们原来是准备顺着页游这条路往前走的，后来他们认为手机就是一个新的客户端，手机就是游戏机，手机的游戏是端游而不是页游啊，所以绕过页游那一圈，继续往前走了。然后再到后边，真正发现手机适合的游戏是 SLG 啊，就是这种策略类游戏，以及呢这种比较轻量级的，像什么三消啊这种游戏，它也是要慢慢摸索。然后有 AI 以后呢，一定会有新的游戏方式出来啊，现在还在摸索，直接往里挂模型这事儿肯定是没用的。看雷军小米发布会啊，宣扬自己的清北率啊，平均岁数25，博士占比啊，这个我觉得挺无聊的啊，这个是一个很无聊啊，甚至是很无耻的事情啊，我可以这么讲，没问题。大家好啊，你好。试想一下，暴雪出个 WoW 的这个怀旧成长版，能从60年代一直玩到最新的版本，在用户视角中啊，它就是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而且永远有一起下副本的队友啊。这个，但是暴雪，哎呀，算了，最近想到暴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马上不是应该有个电影要放了吗？国内准备放那个叫什么太空营救还叫什么，对吧？那个电影的作者是写这个火星营救的啊，然后那个作者原来是暴雪做这个魔兽世界的程序员啊，他做完程序员以后说出来我写小说吧，2本畅销书，一本是火星救援啊，另外一本就是这个太空营救啊，这个我准备去看电影。之前暴雪 VP 说过，这个魔兽世界的问题是它太复杂了啊，常年堆积积累下来的机制非常多，新用户初期学习曲线太漫长，有了Agentic AI 之后，每个阶段的用户都能够收藏足够多的陪伴，这个事儿呢不好说，就是像我原来特别喜欢打那种即时战略游戏啊，即时战略游戏。后来我就这个再也没找到特别好玩的即时战略游戏。那时候像什么魔兽争霸呀，什么这个星际争霸呀，还有像那个沙丘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啊。后来我就找一些游戏制作人去聊，我说为什么大家再不做这个东西了？说因为太复杂，对吧？而且那个东西呢，向这个电竞方向前进了，普通人接受不了了，对吧？你让普通人去能够玩的这些这个即时战略游戏，你要让他去打电竞的话，那个大家看起来就没意思，对吧？然后你能够达到电竞程度的这种即时战略游戏，普通人又玩不了。所以呢，后来普通人就把这个即时战略游戏拆开了啊，就是变成了塔防，变成了 SLG， 变成了什么？它等于是把即时战略的每一部分拆出来，然后单独玩，对吧？所以像这个魔兽世界也是类似这样的问题。阿里巴巴宣布4月1日起永远停止招聘程序员，今后就只招聘 AI 工程师了。你怎么看？这个我觉得阿里巴巴这个事儿呢，你就不要太想这事儿。这个特别是公司号称是锁 HiCon 锁这个招聘的事情，都是对外讲的，对吧？像我以前在公司里头，每年都会开个会，说我们今年人太多了啊，今年要锁 HiCon 了啊，不允许再招聘了。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他喊这个话了以后吧，就是所有不重要的岗位啊、部门啊，就确实是停了。然后所有跟老板关系好的，或者说叫比较重要的岗位，那嗨抗无限且招呢，对吧？所以中国玩这套东西呢，永远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吧？所以，他号称说我不是你招程序员了，只要是他重点发展的项目，接着招，没什么好说的，对吧？甚至他会去买项目啊，这个带程序员一起买回来。啊，这个不用太在意这个互联网公司对外说什么。Agent AI 不靠谱啊，打王者也会碰到人机啊，你会喜欢人机队友吗？你有这个获得陪伴感吗？啊，这个其实呢，你不要想王者这种，王者是考操作的啊，但是呢，这个什么呢？这种 SLG 里头是有很多的这种人机的啊，那个确实效果很好。能够极大的提升付费率啊，就真人的付费率。在现实世界中，整个 AI 女友啊，需要解决的技术难点还有许多啊，但是在游戏里边整这个整点永远在线的智能体啊，需要解决的技术难点要少许多啊，这个肯定是这样，没有任何问题了。CS 1.6的高难度人机啊，都是一级爆头的啊，露头就秒，好吧，这个我还没玩过，因为我所有对于 FPS 游戏都头晕啊，这个玩了以后会吐。我想起来，我建模的本质，好吧，现在 AI 建模是真的强啊，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AI 建模这件事情。富盛痛批周鸿祎欠1亿不还啊，周鸿祎直接给西安交大捐1亿啊，宁肯捐掉也不还给富盛。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啊，因为前因后果没看，所以没法去评价这事儿。治疗糖尿病取得新突破了啊，这个新突破每天都会有的。以后，牧童小伙伴啊，有在讨论怎么娶4个媳妇啊，这个4个媳妇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你首先要信教，你不信教呢肯定是不允许的。然后第二个，你信教皈依了以后呢，你这个这辈子你就出不来了啊，因为穆斯林是没有退教仪式的，你只要信了，你就这辈子都是了。然后信了教以后，你首先要娶第一个啊，娶完第一个以后，征得第一个同意才可以娶第二个
啊，然后前2个同意可以取第3个，前3个同意可以取第4个，然后取完了以后呢，你必须要一视同仁啊。你比如说，你给老大买了辆车，你得给老2、老3、老4都得买啊。你给老4买了个新首饰啊，这个前头3个也都得有，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各种的这个生活啊，这个你都得雨露均沾啊。你不能说，哎呀，这个新来的很年轻很漂亮，对吧？那个老么看吃眼的不愿意去理他了啊，这事儿是不行的。啊，在穆斯林世界里头，你一旦干这样的事情，他们可以告你啊，这个是可以到阿訇那里去告你的，这个事儿不是闹着玩的。问问 AI 应该囤积什么啊？结合现在的战争事态，他的建议是囤积日用化工品。我觉得咱们还是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喝点什么吧。非专业人士如果用 AI 搞副业赚钱，甚至渐渐想把它做成主业，需要先去学个编程语言吗？不需要。现在有这个龙虾了以后，你就跟他扯吧，这个一点问题没有。B 站裁员60%是全员还是个别部门啊？应该是个别部门。我觉得全员裁60%，这公司就甭要了。周末了，好快啊！对，是真的很快啊！今天是周5了，没毛病。啊，今天是2月2龙抬头啊，有没有去剃头的？啊，还有一点是注意啊，今天是开斋节，啊，穆斯林的开斋节，所以，呃，这个以色列和美国去轰炸伊朗的时候，他们是斋月，啊，这个原来在国内是没有报道的啊。老范的龙虾搜索用的是什么啊？这个我是没有用这个 Brave 啊，我是用的那个那天跟大家讲过了，叫 SEARXNG 啊，用的是一个插件，是我在本地装的一个浏览器插件。对，个别部门是一定的。3060呢是21年的吗？好吧，那我就是那可能还就是到现在是5年了啊，那还没有到10年。1080是1080是9年，好吧，你这个你去查得很清楚。抖音是个性化条件啊，以后就是 AI 直接生成了，这个有可能啊。唐国强不是说了吗？AI 会杀死绝大多数演员的职业生涯，这个真不一定，就跟是你要吃预制菜还是要吃大厨现炒一样。以后演员可能更多的是像郭德纲搞那种玩意儿似的，小剧场，面对面，对吧？这玩意儿 AI 肯定是搞不定的啊。这个你说我就想在屏幕上看，那你看 AI 就算了。自媒体以后都是龙虾来运营啊，也会有下岗潮一起疯狂吧？啊，这个应该还不会啊，因为我们真正的区别在哪儿？就是我有我想讲的东西啊，这个而龙虾没有。很多人啊，在用龙虾去做自媒体，再去做各种各样 AI 的这种内容，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自己想讲的东西，他们只是说，哎，这个火我要去蹭一条，那个火我要去蹭一条，他连自己每天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这种呢，跟老范这种啊，这个亲自下厨现炒跟大家去讲故事的，肯定还是有区别的。你说有没有人愿意听他们那个？肯定有啊，但是也有人愿意听老范这个，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啊，但是各位衣食父母已经算是让老范有口饭吃了啊，感谢。对，我在他们频道上蹭过一期啊，所以你们谁说哎，我愿意上老范频道来蹭一期，都欢迎啊。个性化推荐啊，是的。今天换了个神奇的节点啊，大公司的 Chatbot 全都用不了了。一般来说，老马的 Grok 没要求 IP 宽容度一般是 Grok 大于 ChatGPT 大于 Gemini 大于 Cloud， 结果现在这个就不知道了啊，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了，这个事儿不去评论。感觉老范的粉丝是一年涨1万多啊，这个可能还有点难度，我觉得今年可能涨不到1万，能够涨个5000啊，大概也就这样了，反正越往后涨得越慢呗。我正在做一个 MUD game 啊，MUD 还是挺好玩的，界面Cloud Code 类似也行啊，这个其实能够好玩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我的 MAD 里面打算介入有人格的 NPC 啊，有这个，我觉得 Cloud Code 干这活没毛病啊，做这个 Multi Agent 相互吵架挺好的。网易的逆水寒这个游戏里 AI 介入就很深啊，从智能捏脸到 NPC 的这种聊天，到这个对话影响的 NPC 剧情，慢慢的，说是要打造 AI 真实世界，总之还是在探索。对，这个探索的过程可能会比较长。RTS 跟 MMORPG 还是有区别的 ，RTS 吃天赋 ，MMORPG 的包容性更强一些，这个是肯定的了。来玩《帝国时代2》定制版啊，我《帝国时代》我是买了4了，但是我也好久不打了。是不是把沃沃和沃3搞混了啊？不是啊，一个是魔兽世界，一个是魔兽争霸，啊，沃是这个 MMORPG 啊，这个是不是 RTS 啊？RTS 啊，对，RTS 应该是即时战略啊，FPS 是枪战啊，这个我搞错了。对，所以魔兽争霸是沃3啊，这个没什么可混的。我澳洲的公司也是冻结招聘的时候，赚钱的部门一直招人，所以冻结招聘这件事儿，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所以你自己要想一想，我到底是不是老板的老板的这个近身狗腿子啊？如果是的话，那个冻结招聘就是你可以去冻结别人的招聘啊；如果不是的话，那冻结的就是你的招聘。微软收购动视暴雪没达到预期啊，已经基本间接宣布放弃主机竞争了。Xbox 的头头也宣布退休了，好像换了个女的上来吧。下一代 Xbox 主机直接兼容 PC 模式，微软现在是 PS 上面最大的游戏发行商，也行吧。反正微软我觉得真的有点，他也是绝对起了大早，对吧 ？OpenAI 最大的股东，但是现在呢？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他这 Copilot 我觉得也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之前玩堡垒之夜有接入 AI 的联动 NPC 啊，就是还没来得及体验互动游戏就变砖块了，那就不知道了。雷军宣布新一代小米苏7啊底盘大升级，意在这个摘掉绿化带战神的帽子，怎么看？其实所谓的绿化带战神有很多啊。小米跟其他的这个车唯一的区别，不是说它爱充绿化带，而是充了绿化带以后，它不去拿布盖住你的车，对吧？这就是唯一的区别。然后，如果你就觉得只有小米的车充绿化带的话，我觉得应该问问你怎么看这事儿啊？有机会聊聊 Kimi 的论文，是这个还没有太尝试啊。这个 Kimi 本身模型我也没怎么用过，因为 Kimi 给我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Kimi 早期的模型是很强的啊，特别是国内可能它算第一流的模型，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坏的毛病是，只要是遇到没法回答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你说的话是出边了，对吧 ？Kimi 呢不是说我说一个话说，哎，对不起，你不能做这个事情，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去这个拒绝回答呀，或者绕过呀，它不是这么着，它直接报错。所以像我们以前写程序调 Kimi 模型的时候呢。它会直接 rise 一个错误出来，这个事儿是很烦，所以后来我就不用了啊。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用过 Kimi。这个伊斯兰没有标准的受洗仪式，但是理论上，新入教的成年人啊要洗肠洗胃，古法是要用石灰水的啊。这个反正据说是这样，就是你原来这个肠胃脏啊，那么需要收拾一下。但是我自己具体也不是特别了解。傅盛是不是以前的上司？是啊，就我在他手底下干了4年吧。怎么没装药？礼拜天才装药呢？礼拜5就是咱们讲一个故事。我就一台电脑啊，没有空闲设备玩龙虾。等各位大侠给我先探探路啊，这个没问题。这个但是千万不要在主力电脑上干这活啊，你可以在那个什么啊，在那个飞书妙搭上干这个活。就是你现在起一个飞书，然后呢，它里头有一个叫，就是你直接搜妙搭啊，巧妙的妙，搭建的搭，搜到了以后，你一点，它就给你直接在云端开一个龙虾，然后呢，跟你的飞书接在一起
啊，就直接开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有一台云端的这个龙虾，但是它就是用这个什么，用这个字节的模型嘛。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在走这条路啊，就是避免这个搭建的过程。俺上周就想理发了啊，家母说让我买飞机票回家啊，他亲自给俺剃，这个也行吧？你这个，反正今天是可以了啊。我的2080显卡，但你这个肯定是比较旧的啊，19年买的，我那个肯定，哎，我记得我那个是21年我真想不起来了啊，我那个机器是什么时候买的？3060。所以以后演员要回归剧场走穴了吗？转一圈又回来了啊，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未来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就是我们会买一张票，然后看着一个演员坐在我们面前，面对面的表演。我的这个啊，刚过保修期，好吧。据王据报道，中国超算中心被黑了啊！这个超10TB 的核心数据惨遭泄露，整个中国都在全网裸奔了。美国用全球收纳来的这个比特币的，在暗网上轻松购买高价值泄露数据，老范怎么看啊？王局是谁？我没听说过啊。这个事情呢，肯定是天津超算中心是被人攻击了啊，但是具体的我没有特别去了解的啊，因为所有跟安全相关的事情，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只关心社会工程学的安全啊，所有这种安全我已经都不关心了。畅想一下 AI 的终极形态，替代碳基生命的硅基生命，还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蒸汽机？我觉得可能未来真的有可能是每一个人会在更广阔的虚拟世界中和外星世界中去遨游，然后每一个人起到的作用会更加巨大啊，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你说有没有很多人就每天待在那儿没事干，变成无用阶级了呢？应该可能性也很大啊，因为这就是叫谁来着？这就是呃尤瓦尔·赫拉利写的这个书里边的一个预见嘛，说未来可能大部分人会变成无用阶级啊，他们就没用了。但是，一旦无用了以后呢，就没有什么人权这种事情了啊，因为以前有人权是因为他们有用。老范的节目搭软件架构的时候，连音乐都不能听啊，这个好吧，这个反正你听我的节目听完了以后，你再去听音乐呗。GTA5的 AI 中文配音效果很好啊，非常搞笑。哎，今年是有 GTA6还是明年有 GTA6？但是我 GTA 我本身没什么兴趣啊。但是做机械设计的时候听你聊天还不会分心啊，行吧？看来我讲的还不够吸引人啊，讲的够吸引人你就分心了。这个老范，你的前老板傅盛是不是因为360塌房才怼周鸿祎的？啊，这倒不是，他们俩怼一辈子了啊，也不叫怼一辈子了，就是他当时在360的时候呢，叫做小周鸿祎啊，就是他基本上到北京第一份工作就在360，当时还不叫360，当时叫奇虎。就是周鸿祎这人特别有意思啊，他反正有一点我很喜欢，就是他对于名字完全没感觉，就是他奇虎360，对吧？一开始叫3721啊，后来呢叫奇虎，后来呢叫360。3721这个名字好像也是他花钱买的啊，就是买了一个什么产品进来，觉得这名字不错，我们就用吧。奇虎这个项目呢，最早应该是在陕西的一个什么团队做的，然后周鸿祎就挺开心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了以后呢，说我们就用这个吧，奇虎这名字也不错。然后360这名字哪来的呢？是这个傅盛的生日啊，他是3月6号生的啊。然后呢，这个我记得他们家好像是景德镇360厂，然后就起了这么个名字啊，叫360。然后呢，这个当时是周鸿祎在，周鸿祎当时应该是在雅虎啊，就是雅虎把那个奇虎360收购了，然后在那边混了一段时间啊，想去做搜索，想去做360搜索，后来没做起来，回来一看，哎，傅盛你在这儿，这个把这一摊子事儿干得还可以啊，叫360了啊，这可以。是这我管着吧，对吧？你虽然在我出去打仗的时候把我这块地种的不错啊，回来我得自己管。然后傅盛就离开了啊，带着徐明，带着一帮的这个360的小伙伴就离开了。然后呢，这个360等于从那天开始就一直在骂傅盛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俩就从来就是从傅盛离开以后就从来没好过。
AI 短剧啊，霍去病那个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啊，他那个数完全就是假的。其实俺感觉啊，这个有了 agentic AI in gaming，然后呢，说了半句啊，疯狂星期四是什么活动？每周都有吗？啊，每周都有，但是我不一定每周都去啊，我可能隔个几周会跑那儿去一趟。疯狂星期四呢是 web coding 的活动啊，就是他们线下找一帮人凑在一起，然后做 web coding 啊，现在就是养龙虾呀，大家互相交流交流，都在干嘛呀？就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有时候会去参与，啊，有的时候呢就不去了。这次这个疯狂星期四特别好玩在哪儿呢？就是它那个咖啡馆叫游海以后，它里头是一个潜水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外边喝着咖啡，干着活聊着天，然后里头就有一帮身材巨好的小姐姐、小哥哥，然后在里边穿着潜水装备潜水。但是它并不是那种有氧气的潜水啊，就是舀一个管的那种潜水。它是一个33米深的一个叫蓝洞啊。它因为我们吃饭那个地方啊，就喝咖啡的地方在1楼，然后呢上面有2层，就是他们真正下水的地方在2层。然后呢，底下还有一个深深的坑，就是我们看不见了。然后1层这边呢全是大玻璃，你可以看见。像我今天还发了一个短视频上去，就是这个蓝洞里边潜水的啊，就是我挑了一个身材最好的啊，给大家拍下来分享一下。现在很少有 RTS 游戏了啊，很久了啊，也没啥大作。对，这个东西做完了，它没人买，对吧？大家现在没有耐心去玩这个东西。小米不是不盖，动作太慢，什么意思？没看懂，这说的哪段？AI 创业很多还在割韭菜啊，因为绝大部分人自己也不知道用 AI 干啥，这个没办法。刚才我也讲了，那个当时失地农民进城了以后，实际上大部分是被饿死了。那么这些人呢，就是韭菜呗，对吧？这个能割就割一把嘛。感觉 AI 对卖水的公司，比如农夫山泉、娃哈哈、可口可乐等等，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和改变。老范你怎么看？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以后一定是卖故事啊。这个农夫山泉你要有故事，娃哈哈你要有故事啊。因为没有故事的话，你就这个水你就卖不出钱来，因为就这么多人就能喝这么多水，对吧？我为什么别人会愿意去买另外一瓶水？它一定要有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怎么去编？怎么去运营，怎么去让人相信，怎么去给这个故事增加附加值，这都是 AI 该干的活啊。所以这个你要想清楚。其实俺觉得啊，有了 agentic AI in gaming 之后，元宇宙才真正有搞头啊。其实俺指的不是带着头显玩1天可以吐3天那种，俺指的是真正沙盒里边的在线社区，有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个事儿呢，其实挺难的啊。到目前为止，其实大家都做不太出来，因为原因就是游戏的经济体系是相对比较单薄、比较简单的。一旦把2个游戏打通了以后，2个游戏可能都会快速崩溃。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很早在盛大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谁也不愿意去把自己的经济体系跟别人打通在一起。同样是大公司，谷歌跟 OpenAI 争先，微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恰当的说，有点百度的风范了。但是至少微软还是 OpenAI 的大股东啊，百度啥也没有啊，对吧？你像国内抖音国内是谁呀？阿里和腾讯现在是很多的这个 AI 公司的大股东，对吧？那么百度属于啥呀？啥也没捞着。楼上这里啊，楼上的这里不允许有法外之地啊，说的是哪段没看懂？百度那是个半个流氓啊，这个谁不是流氓啊？这个做生意的事情呢，就挣钱啊，就不要太纠结这事儿。一台电脑开虚拟机，现在基本上就是1-2条命令的事儿。对，上 Docker 也可以啊。用了2-3周的 Minimax 啊，用了2-3天的 Minimax 2.7哈，感觉已经到了国内最好的编程模型了啊，这个完全取代了 Kimi 2.5和 GR-5啊，是吗？反正我是用了2-3天，基本上，不怎么出错了啊，这个已经好很多了。2.5那个真的快气死我了，又赶上尾巴了，是的。以后只剩下编剧和蓝领啊，程序员了。这个我觉得以后呢就是大家都在创造各种故事啊，就跟现在似的。这个现在，
跟以前比起来，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从事内容工作的人就要多很多了。你比如像美国，虽然它的制造业废了，但是你看好莱坞也在收割全世界啊，对吧？所以这个才是继续向前发展的方向。就微软对西瓜皮不停涨价的行为啊，离流氓也不远了啊。这个西瓜皮这事儿就没法说了。现在暗网流行用门罗币啊，比特币已经 out 了啊，这个我就没玩过了，暗网不知道，没玩过。Rockstar 不是说 GTA 6不会在川普任上发布了吗？啊，这是为什么？我还没研究这事儿啊。微软养老院啊，微软确实有点养老院的感觉。说是今年啊，但是我个人估计还会跳票，好吧？有奇虎360啊，这个会有南下8848吗？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一段啊？这段老范不得剪了吧？往常这是会员节目才有的内容啊，这个今天就搁这儿吧，没事儿。自由潜水啊，所以什么都不带啊，他们还是带有面罩、有脚蹼、有那个嘴上有根管啊，大概是这样的。听到身材好啊，分心了，哎，你看看，哎，老范之所以讲了半天没让你分心，是因为长得难看是吧？来了点赞啊，欢迎欢迎。蓝洞不是潜水员戴夫里的吗？啊，这个我就没玩过这游戏了啊。但是呢，他们确实是有一个33米深的洞，就是最底下我们也看不见啊。就是再往，就是我能看到的就是我们那一层啊，下边有一层，然后呢上面有一层，再往下是一个圆圆的洞，就直接是通下去了，那部分就看不到了。KFC 加拿大出了个世界杯套餐系列，其中有个 Snack Fill Up Combo 啊，一份沙拉，一个什么东西，一共4.7美金啊，换成人民币不到30块。吊打疯狂星期四啊，对，国内也有疯狂星期四，就是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就会送一些东西吃。老有故事了啊，那肯定的。飞书搭建龙虾完毕，一边聊天一边玩啊，是它这个飞书的龙虾好像一开始是免费的，后边具体怎么收费我还没研究啊，因为我挂到飞书以后，这个发现它的很多功能还是搞不定啊，而且你这个以后我觉得有机会跟大家再去研究龙虾的事情吧。我倒不会觉得未来会有钱的更有钱，穷的更穷。要考虑社会的演变，如果主导财富分配的机构失能了，革命就会发生啊。这个看吧，我觉得不是分配失能了，而是不需要他们了，对吧？以前之所以我们要讲人权，要讲这些东西的原因是我们需要几十万、几百万人去打仗。我们需要几百万、上千万人去工厂，啊，我们以后不需要了，对吧？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那你愿意革命就镇压呗。游戏的经济系统其实很好搞，直接上链啊，把这个上链不上链其实意义没那么大，上链只是一种技术而已。据说 GTA 6可能有刺杀美国总统的剧情，川老师被强行贡献建模了，好吧，这个也挺好的啊，这个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川普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川普会拿这种事儿寻开心的啊。讲好故事还是品牌的做法，线下实体工厂总感觉被 AI 影响的要小很多，毕竟还是需要实物生产和使用的。实体工厂呢，其实未来肯定也是 AI 要去参与，而且以后可能还有很多机器人，对吧？所以都会被影响。只是这个过程绝对没有上百年啊，也绝对没有2代人，肯定是1代人搞定。AI 替代白领可能3、5年啊，替代蓝领我估计撑死10年。自由潜还是要带呼吸器和氧气瓶，他这个反正没有氧气瓶啊，这个还是很帅的这帮人。弄根管反而容易呛水，这个我就不懂了。不在亮马桥，它那个地方叫游海以后，就是如果你在北京，你直接拿那个高德地图去搜就行，就游海以后，它是叫做狼园
Station 啊，在那个园区里头有很多很有格调的小店。油管这审核有点敏感，我觉得今天显示不出来的留言都没啥了啊。这个好吧，这个我们就不研究这事儿了。就现在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无用之人也养不了多久了啊，这个也有可能啊。中国现在生育率也很低嘛，但是呢，你背不住现在的 AI 浪潮来的实在太快，对吧？你过不了一代人，一代人是25年吧？我记得以前一代人讲的是25年，过不了啊，这个撑死10年，这一就过去了，全替代。上链就打通法币互换了啊，这个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游戏经济体系是跟法币互换这儿有问题，这个事儿完全两回事儿。玩死亡搁浅2去了哦，好的好的，这个还是我是死亡搁浅1我就没好好玩啊，我死亡搁浅1在 PS5上有，死亡搁浅2就没有再去买。不过很多关于未来的讨论啊，都缺乏时间感的。是的，未来是2小时后还是20年后，差别很大啊。我对人有信心 ，AI 也好，机器也罢，都是工具啊。这个我对人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因为还有商业竞争，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总有一些其他的人有想法的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可以逃避的地方啊。所以我并不认为说，因为大家都是好人，然后社会就会变好啊。这个事儿我是从来不相信的。DSR 上 PC 了吗？这是什么啊？死亡搁浅是吧？好啊，这个我们就不研究了。好，今天呢差不多讲到这里，很开心跟大家聊天啊，有大家陪伴。这一周呢就没有会员节目了啊。然后我现在让我的龙虾给我建议，我说那个你觉得我的频道怎么样？他说你更的太多了，要少更一些。但是呢，这块我可能还要再思考一下，看看是不是去采用他的建议吧。说这个一周更个1次2次或者2次3次就到头了啊，像我这种日更的有点太频了，这个 YouTube 会对于我们这种日更的用户呢，给的流量特别少啊，这个后边再说吧。现在反正还是继续日更啊，明天让我休息一下，后天的话再看看讲什么吧。这个我觉得阿里的这个ATH 还是值得讲一下的吧，就是阿里的阿里巴巴 Token Hub 啊，这个呢，我们主要是去讲一下大厂的 AI 转型应该怎么做啊，这块可能还是可以去讲一讲。就是每一次呢，我会选一些主题，但是不一定会最新的主题，但是讲的时候一定会有老范的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放在里头。好啊，这个辛苦啊，大家周末愉快啊，愉快愉快。原来游海之后，在狼园 Station 上次去的时候还在装修啊，那你现在可以去啊，没问题。最近的龙虾话题真的有点腻啊，这个挺好玩的那个东西，这个就跟养了个狗似的，就养了狗你不停的晒吧，我们家狗怎么样，我们家狗怎么样，还是日更吧啊，那好吧，反正我最近肯定还会接着日更下去啊。游戏工作室啊，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合伙人啊，如果运营方肯按照比例用法币回购，这个是违法的，想啥呢？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